正好呢也是有机会啊测评一下全新的小鹏 G6这款车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，正好它自家的叫 S5的充电站啊，就是来体验一下这个车它的超充性能。因为这一次呢，小鹏 G6全新的这一代呢，它是全系标配5C 的充电能力的，所以我就来试了一下啊。反正从一个比较低的10%几的电量充上去的话呢，基本上前段我们实测最高是可以达到300多千瓦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5C 的水平对于它来说都还不错。另外呢，咱们大家不要只看峰值，要知道啊，其实它即便是说充电延续到70%左右 SOC 的时候，它还能有250千瓦的功率，甚至延伸到80%的时候还有150千瓦。所以说它不只是说前段啊峰值那段很快，应当说是它从一个低电位一直拉到80%，也就是说大家日常快充所主要使用的这个 SOC 区段，它都是比较快的。除了说充电快以外呢，其实像这一次小鹏 G6，它在3电上面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觉得啊，考虑到这辆车它的尺寸和造型来讲，它电耗还是相当低的。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呢，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了城市和高速2个维度的电耗测试啊，不开空调不开暖风，城市均速27，包含各种工况，它跑的电耗是城市仅100公里10.9千瓦时啊。对应的续航是628公里，而且这一次的话呢，咱们的这台试驾车它还是配了一个大轮圈的。如果说是一个小轮圈版，有可能啊，它的续航值还能够进一步提升，电耗呢甚至也能够进一步下降。高速维度也不错啊，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呢，我们是尽量120的速度去巡航，实际的动态均速超过113，跑下来的电耗值是100公里15.7千瓦时，然后呢，对应的续航是436公里。这只是一个标称续航600公里的版本的水平啊，所以说跑到这样的成绩，我觉得还是相当耐跑、相当省电的。也就是在3电效率这方面，不仅仅是说本身的行驶，以及说补能2个维度，我觉得都可以给到好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动力性能方面测试啊。我对这台车呢也是给它驶上赛道，分别是加速、刹车、圈速3个维度。先说加速啊，我们这次在90%的 SOC 电量之下呢，测得是6.6秒破百成绩。反正对于这个级别车来说呢，我觉得日常驾驶对于大部分人啊99%的人来说，应当都是完全够用了。再往下刹车表现挺好的，仅34.4米就可以完成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啊。接下来圈速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这辆车其实它的操控基础还是比较好的，车身呢也是比较的平衡。偏一点点转向不足，但是比较可控那种。跑的圈速呢1分08，相对来说呢比较被拖累的，主要是因为它的 ESC 车辆稳定程序设定比较保守，所以说如果它要是说这个干预能少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啊能够更进一步发挥这辆车它的这种机械的操控技术，圈速肯定也能够有一个比较大幅提高。除了赛道，咱们再说说日常它的底盘表现，总体来讲，我觉得是比较兼顾于说这种一定的运动性和这种说是豪华滤震感。大概什么样的性格呢？就是第一是车身的这种说是指向性，加上所谓的中心区响应是比较中性的。不是那种特别快、特别锐，但是也不是说那种你觉得明显慢一拍的感觉，就比较中性。第一点，车身整体的这种跟随性控制也比较好啊，侧倾比较小。第二点，第三点就是它在滤震的维度整体来讲，你会觉得底盘偏硬，但是硬当中还是具有这种隔绝感和一定韧性的。至少我觉得考虑到它10几万价位来讲，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的。再说说几个不足啊，第一点就是，如果说你要过这种非对称的这种障碍，比如说是斜着过高减速带之类，你会感觉这辆车的对角线相对来说它有一些摇摆，不是那么的稳定。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这辆车它在这个说轮胎，比如这种过大的颠簸跳动的时候，它跟地面之间的敲击，一定程度会引发一些就是所谓 NVH 维度的压耳感啊，这2点是存在。但总体来讲，对于一个10几万车来说，我觉得它的这方面的这种说行驶品质表现还是可以给到好评的。再往下呢，就是其他 NVH 维度啊，风噪、路噪、环境音加上动力总成这几点格局，还是考虑到它价位来说，我觉得也是总体来讲是还不错的，我觉得中上等没有问题啊。接下来呢，转向手感给80分，从低速到高速回正力矩随速增益是有，而且范围比较大的。相对来说，为什么扣个20%呢？是因为说这辆车在这个高速情况之下，它的中心区不是以比较大的回正力矩来拉，你会觉得这个转向相对来说阻尼感比较强，就是有点偏黏。这种感觉，反正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转向，但总体我觉得80分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再往下呢，说说驾驶性吧。这辆车日常我主要是以舒适模式来驾驶啊，相对来讲，就是我觉得它驾驶性这种渐进性或者说线性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。无非就是如果你突然间大脚油门踩到底的话，你会觉得它的动力释放啊，不是说那种完全及时上来，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上来的。这个呢是日常的舒适模式，所以你要是急
加速超车时候呢，可能说你需要注意一下。第二是呢，就是减速维度，这辆车减速也是啊 ，CRVS 做的挺好的，加上说它有不同的动能回收力度等级，相对来讲，我觉得你给它放到一个就是低动能回收力度，然后的话呢，反正以自己踩刹车为主，去主动的去激活它的动能回收，这种策略是比较好开的，也比较符合大部分人驾车的这种直觉感，所以相对来讲驾驶性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个80-90分也挺好。反正总体来看，就是全新小鹏 G6，我认为啊，它在就是人工驾驶啊这个维度上各方面做都还是比较均衡的，而且在当前这个价位之内吧，我觉得算是有竞争力的。接下来呢，再说一说就是小鹏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强项，或者说比较早发力的方向，就是智能驾驶辅助这个维度。小鹏这一次呢，它呢是采用了一套主视觉的方案啊，没有采用激光雷达，但是呢，它在软件层面是比较先行的，所以这次也是带来了反正各种比较复杂的，就是说泊车的功能辅助，以及说是城市的智驾辅助这些功能，相对来讲呢，反正确实能干的东西挺多，跟车的逻辑节奏这点是比较好的。然后的话，通行效率上面我觉得也比较好，但是呢，在有一些情况之下吧，目前反正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值得完善优化点。所以说，随着时间推移吧，反正在智驾辅助这个赛道上，大家目前也都是对吧？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大家都在快速迭代，因此到底说接下来的话，它还能有什么样发展？可以等到日后的话，不断的 OTA 升级，可能能够更加接近于它的硬件的性能边界。此外呢，也是跟大家说啊，别管说行车还是泊车场景，毕竟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机构，所以说呢，现在国家也是大力重视啊，千万不能拿它纯当成一个完全自动驾驶，那样的话确实是害人害己。当然了，最近行业中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小鹏在行业当中应该是率先推出了叫做智驾险。它是说呢，在你反正系统退出人工接管5秒之内的所有的事故，保险公司都是可以去进行赔付的。然后1年的费用呢是几百块钱，价格反正我觉得也不贵。所以要是如果比较依赖于智驾的这些人，我是觉得可以上这个智驾险。相对来说呢，就是能给你至少在经济层面多一分的保障。但还是那点啊，这只是经济层面，毕竟还是自己的生命。安全这些方面还是应该握在自己手上，切不可说因为有了这个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，或者说有了这方面的保险，你就完完全全的放心放肆的去滥用它，那绝对是不可以的。动态说完了，说一说静态。静态的话，总体来讲就是空间大，确实是特别的宽敞，前排、后排，包括后备箱也是，日常的这种装载能力啊，别管说是载人还是拉货都挺好的。然后包括说座椅本身也是，坐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就是对于身体包裹感，前排后排挺舒适，二排也是靠背角度可调，可以支持一个半躺的姿势，所以我觉得反正这辆车4个主座吧，都还是挺惬意的。配置呢也比较的高，反正像什么通风、加热啊这些东西都有，主驾还带按摩。其他这些呢，包括比如说像车机系统，我是觉得目前这个界面来说反应啊还是比较快的，菜单逻辑也挺好，基本上是以左侧数列式这种说是菜单目录的形式呈现。相对来说，就是默认的状态之下，我觉得仪表和这个中央屏幕相对有点偏暗，或者有时候有点反光，但这都是细枝末节了，你也可以进行调整。再有就是说它这个中央的流媒体后视镜可以多说一下，因为这辆车它呢是比较考虑这种空气动力学的这种造型，所以说它后窗本身的面积向后投影视野比较小，因此它配备了一个就是显示效果非常好的流媒体后视镜。但是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流媒体后视镜，如果你调的一个常规正好投影到后窗的角度，可能会发生反光重影的现象。所以我反而觉得，就是如果你要用它的话，你把它直接调到一个正对你眼睛的角度，可能这样的话显示效果会更好。以上呢就是我这次测评全新小鹏 G6它的各方面的表现和产品力。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呢，这一次全新的 G6吧，我因为老款 G6我没有测评过，我并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变化。但至少以目前全新 G6表现，我认为啊，在它的价位，真的是一辆能够充分满足用户对于这种说低电耗、快补能，然后比较出色的驾驶感、比较强、比较完善的功能性，以及说空间实用性方面兼顾的这么一辆车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。当然了，具体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我也是很推荐大家你们自己去实际验证一下，实际去店里边试驾体会一下。一来呢是验证我的观点，好吧，看看我这次说的对不对。反正我敢为我所有观点负责啊，你们去试一下。同时呢，我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根据说自身的一些喜好，以及说用车需求、用车场景，然后去进行一个充分的选购。别管说是否选择这款车型，或者说在车型之内到底选哪个配置、哪个续航等级等等，这一切就交给大家了。